蝗虫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了解蝗虫吗？对于这个神秘生物都有哪些特别之处？究竟是什么味道？本期视频大揭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咱们上期视频对山水牛进行了一个剖吃，但幼虫呢我们还没有吃。这个就是山水牛的幼虫，俗称蝗虫。它跟哈虫、柴虫、豆米虫都是天牛科的幼虫，虽然长得都很像，但还是有区别的。哈虫是山东地区对猪肝类天牛幼虫的一个称呼，在南方地区都叫做柴虫。豆米虫特指的是生长在栾石树里、秀色利尖天牛的幼虫。民间素有北有冬虫夏草，南有云石蛀虫之称，是一种很名贵的滋补药用食材。一条5克重的豆米虫得20多块钱。在古代用1斗米才能换1条虫，这也是斗米虫的名字由来。而蝗虫特指的就是山水牛的幼虫，因比较好挖，产量相对较大，不算贵啊，1斤100多块钱吧。营养呢也是相当的丰富，可以称之为土中海参。本期的抛吃一题，咱们主要说一说蝗虫。它的体色为米黄色，也叫做地黄，身体分为头、胸、腹3个部分，共有13个体节构成。前3个体节为胸部，后面的体节为腹部，小屁屁位于腹部的末端。仔细看，在3个胸节的下方各长有一对小黑点，放大看是毛状的小凸起，这其实是它退化的胸足，已失去了运动能力。它的前胸隆起非常宽大，前胸背板略为坚硬，有骨化现象，上面分布有一些褐色的斑纹。不同种类的天牛幼虫前胸背板的图案和形状都略有不同，比如斗米虫的前胸背板就会有一些小麻点。它的腹部没有腹足，那么是靠什么部位来支撑身体进行运动的呢？仔细看，在第1至第7个体节，腹面和背面都各长有泡凸状的结构，称之为部泡凸，属于移动器官，就相当于它的小脚丫。部泡凸是由一对乳突状的结构组成，腹面和背面的部泡凸结构略有差异。腹面的2个乳突之间有1道横沟，而背面的是有2道横沟，形状会更方一些。体节在收缩的时候，体腔液会将部泡凸顶起膨胀，形成支撑。各体节间都是有规律的进行交替雇佣，这样就会使幼虫向前蠕动。位于身体2侧的这些小黑点是它呼吸用的气门，一共有9对，其中胸部有1对大气门，剩下的8对位于腹部。它的头部骨花特别的坚硬，顶端长有1对非常粗壮有力的上颚，可以轻松咬断植物的根茎。上颚的根部着生一对非常短的触角。它没有眼睛，因为在黑暗的泥土中生活，眼睛已经退化。这个横杠是唇基，下方半圆形的结构是上唇。上颚的下方是由一对下颚和下唇愈合而成的复合体，在下颚和下唇上都分别着生的一对下颚须和下唇须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蝗虫的内部结构。这些白色的丝状物是连接气门呼吸用的气管，米黄色的膏状物都是脂肪体，非常的细腻，所含蛋白质的纯度肯定是非常高的，是我们主要的使用部位，味道那是嘎嘎的香啊。但是有蛋白质过敏的人群肯定是不能吃的。在它的腹部有一根纤维状的部位，是它的腹神经索，很细很脆弱，皮下有很多白色的肌肉束，在背部中线有一个条形的心脏，脂肪体里藏有一条肠道，肠道分为前肠、折返结构的中肠和略粗一点的后肠，整条肠道都是非常干净的。我们吃的时候，除了脑袋瓜比较硬摘掉以外，其他部位都是可以吃的。好了，那么蝗虫怎么做才好吃呢？除了油炸以外，咱们再炒一个。炒之前一定要先炒熟了，倒入豆油、葱蒜爆锅，放1品鲜酱油、蚝油调味，加入盐、味、糖，少放一点清水，倒入葱小煨一会儿，这就是加烧蚕蛹的做法。等汤汁都收差不多了，这就 OK 了。来吧，开始码味。先尝个炸的啊！这是，哎呀，太香了，不是一般的香啊！它这个皮儿特别的薄，特别的柔软啊，所以说呢，你一炸呢就很酥。越嚼越香啊，比那个大蚕要好吃多了。大蚕身上有毛啊，它身上是没有毛的。
而且那个脂肪体也要比大餐的丰富，就是香。但是啊，那个蛋白质过敏的切记啊，你不能吃这个东西。我觉得啊，真正的食虫者来说啊，蝗虫是必吃的美食之一，就是香，一点毛病找不出来。目前是我吃过所有的虫类食品中最香的一个。来，咱们再尝一个炒的啊，沾点汁儿。炒的皮儿啊就不能吃了啊，那肯定是咬不动的，就吃里面的那个脂肪体呀。哎呀，真香！整体的味道呢，跟炒蚕蛹基本差不多，汁水非常的充足，脂肪体非常的嫩啊，吃到嘴里面很丝滑。哎呀，同样是好吃啊！这玩意儿配大米饭啊，或者是整2两小白酒啊，嘎嘎的。做总结啊，2种做法都非常好吃，而且从味道上没有一点瑕疵。没吃过的小伙伴，强烈推荐你们尝一尝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下期见，拜拜。